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由比特币协会主办的 Bitcoin SV 系列线上研讨会。本系列研讨会每周三晚上8点至9点进行，主题是比特币签名技术，共有4节课程。我是来自比特币协会的技术推广专家周全。这节课程是本系列课程的第2节课，将详细介绍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的详细内容，主要面向对比特币签名细节感兴趣的听众，也欢迎其他的开发者。大家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提出，助教老师会进行问题的收集，我会在讲座结束后统一进行解答。最后，希望各位保持课堂秩序，不要讨论与技术无关的话题，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有所收获。本次课程是整个这个系列课程的第2节课，对吧？因为在这个第1节课里边，我们已经讲到了椭圆曲线上点的运算的算法的细节，并且我们也用代码来实现了怎么样来做这个曲线上点的加法和数乘运算。然后第1节课的这些代码呢，是第2节课的代码的基础，就是我们会调用到之前实现的这些方法。本节课呢会详细介绍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也就是你常见的 EC-DSA 这个算法的详细的内容。这是本节课的提纲，会先介绍一个概念叫模拟元，然后会一笔带过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的一些知识，然后第3个部分会详细介绍这个 EC-DSA， 最后同样的还是一个演示。好，我们首先进行第1部分，什么叫模拟元？这个概念看这3个字非常不好理解。首先我们从很早之前就知道什么叫倒数，是吧？倒数就是如果2个数的积它是1的话，我们就说 xy， 如果 x乘 y等于1，那我们就说 x 和 y 互为倒数，这个谁都知道，对吧？这个倒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把1看成是单位元的话，你可以认为是 y 是 x 的逆元。什么叫逆元？就是这2个东西相乘就得到单位元了，对吧？你要这么理解，倒数是逆元的一个概念。那什么叫模拟元呢？那就是有模运算的存在。我们定义说，如果整数 a 和 b 有 a 乘 b 和1关于模 n 同余，这个同余的概念我们在上节课有讲到过。什么叫同余？就是 a 乘以 b 模 n 和1模 n，1模 n 的结果是多少？是1，对吧？所以说，如果 a、b 模 n 等于1，那就是说 a、b 和1关于模 n 同余。如果有这个等式成立，那我们就说 a、b 互为a、b 在模 n 的前提下互为模拟元，然后这个如果有这个条件存在，我们一般也可以记为下面这2种形式。第一种就是 b 和 a 分之1，注意啊，有分数的存在了 ，b 和 a 分之1关于模 n 互为模拟元，或者是 b 和 a 的负一次方，负一次方就是 a 分之1嘛，对吧？我们也可以这么记，就是 b 和 a 的负一次方关于模 n 互为模拟元。好，这是定义。定义很好理解，就是 a、b 和1关于模 n 互为模拟。定义就是 a、b 的积和1在模 n 的前提下同余，就是模拟元的定义啊。然后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模拟元能干什么？比如说现在我要求20/3模7的结果，这个很难理解，对吧？20模7可以理解，30模7、3模7也可以理解，那20/3这个分数怎么模7啊？好，我们把概念这个也带过来。首先 b 和 a 分之1关于模 n 如果同余的话，我们就说 b 和 a、b 互为模拟元啊，你要注意这个概念。好，我们求20/3模7，然后你要知道就是3乘以5是什么？15和1关于模7是同余的，就是27、14的嘛，3、5、15模7结果是1，对吧？所以我们说3乘以5的结果和1关于模7是同余的，所以说3和5是关于模7互为模拟元的，对吧？所以可以记成这样的形式，3和5互为模拟元，在模7的条件下可以这么写，对吧？所以你可以理解为1/3模7的结果和5模7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你求20模7那是什么？如果你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讲到模的运算的性质，你可以把模运算拿进去，对吧？那你可以得到，其实就是20乘以1/3模7嘛，原式，那就是20乘以1/3模7是什么？是5，对吧？1/3模7是5，那就是20乘以5模7就100模7，98， 14乘7等于98，对吧？那100模7是2，的结果是2，那就是说，如果你有模拟元的这个概念的话，那20/3模7的结果就是2，对吧？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分数模7的结果是一个整数。好，
那我们怎么求模拟元？刚才是我们按照这个定义来求的啊。首先上节课讲到了一个概念叫有限域，对吧？有限域你如果刨去它这个其他的一些限制的话，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叫有限域？叫有限元素的集合。我们举的例子叫整数模7，对吧？它的结果只有7种情况，就是7个整数0到6，这就是一个有限域哈。然后如果存在 a、b 和1关于模 n 同余，那模拟元一定在0到 n 之间，这个范围是左闭右开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看第3行，如果我要求2在模7下的模拟元，那怎么办？你直接想的话，8除以7，余数是1，对吧？所以我们说2和4在模7的条件下互为模拟元。那你要注意到，就是因为模运算，你还记得那个圆盘吗？上节课我们讲到的那个模运算其实就是一个表盘，对吧？所以我如果把4放大了，这个比如说我们是模7，对吧？放大7的倍数，7的1倍，对吧？2乘以11，它模7其实结果也是1。那我们也可以说11也是2在模7条件下的模7前提下的模拟元，对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所以它存在一个最小的解，这个最小的解一定在这个0到7之间嘛。你要这么想一下，就是它一定在0到7之间，因为首先二在模7下的模拟元它有无数个，对吧？4也是，11也是，你再加7，那是吧？18它也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小的整数解，这个最小的整数解一定是小于这个模的这个数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小于7的，对吧？好，这就是前3行的这个概念的理解。我们怎么样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求这个模拟元？然后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有模拟元的。比如说整数模4，那结果是什么？0、1、2、3，对吧？2就没有模拟元，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数，2乘以这个数，然后模4等于1，对吧？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数。啊，你可以想一想，通过上面这样的这些表达呢，我们可以说怎么求模拟元呢？怎么用程序来求模拟元呢？就是我可以通过便利0到 n 之间的这样每一个整数，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带到 a、b 和1同于这个式子里，我看它是不是满足这个式子。如果满足，那我找到这个数，那就是模拟元，对吧？就可以返回了。如果不满足，那就再继续，就是通过一个便利的方法来求。好，便利这个方法同样的，你这很简单，但是你这个数如果很大的时候，它就不好算了，它这个效率就很低了，因为你要从0开始便利，一直便利到最大的这个 n。便利这个 n 是什么 ？n 就是模的那个数嘛，对吧？如果你还记得椭圆曲，如果你还记得 sec_p256k1 这条曲线，它模的那个 p 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大的数，2的256次方减什么什么哪一串，那是个非常大的数。如果让你求一次模拟元，你就得找一遍这个范围的话，那你这次便利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对吧？效率很低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改进这个怎么求这个模拟元，这个方法叫扩展欧几里得算法。这个东西好，我们直接说结论。什么叫扩展欧几里得算法？这个证明过程我们不会说。扩展欧几里得算法的表述只有2句话。第一句话是对于整数 a 和 n， 我总能找到2个整数 x 和 y 满足 ax 加 ny 等于 a 和 n 的最大公约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输入的是 a 和 n， 对吧 ？a 和 n， 好，然后我总能找到这2个整数，这个 a 和这个和其中 x 这个积和这个 n 和 y 这个积和它结果是 a 和 n 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用这个小 g 来表示这个最大公约。什么叫最大公约数？就是打比方吧，4和6的最大公约数是2，对吧？约数，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约数嘛，然后你知道什么叫最大的公约数，公约数就2个都有的，最大的约数，并且它们2个都有的啊，不说了，基本概念。好，然后你注意看这个式子哈，就 ax 加 ny 等于 g， 你把两边都模上一个 n 的话，你会看到左边等于什么？左边等于 ax 加 ny 模上 n， 对吧？模运算它的性质，模可以拿进去，那就这个式子可以写成这样，就是 ax 模 n 加上 ny 模 n 整体的和再模 n， 对不对？好，然后你注意到 ny 是什么？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整数啊 ，ny 是 n 的倍数，对吧？所以 ny 模 n 的结果是什么？是0。那就相当于是整个式子变成了 ax 模 n 再模 n， 对吧？那不就是 ax 模 n 吗？所以整个式子左边就变成了 ax 模 n， 对吧？右边是什么？右边不就是 g 模 n， 对吧？那意思就是说 ax 模 n 的值和 g 模 n 的值它是一样的。那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同余的定义，对吧？ax 模 n 的值和 g 模 n 的值是一样的，那说明 ax 和 g 在模 n 的前提下是同余的。那我们可以简写一下 ax 和 g 在模 n 的条件下是同余的。好，我们把这结果拿到右边来。g 是什么东西？g 是你输入的那2个数的最大的公约数，对吧？也就是 a 和 n 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我们说，那
那你注意看，如果 g 等于1的话，我要求 a 在模 n 条件下的模拟元，对不对？那原式变成了什么？如果 g 等于1，那原式变成了 ax 和1在模 n 的条件下同于，那这就是模拟元的定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 g 等于1，这个时候 x 这就是 a 关于模 n 的模拟元，也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解，对不对？那 g 怎么能等于1？就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怎么等于1？说明这两个数互质，对吧？什么叫互质？就是3和5是互质的，然后3和7它也是互质的，就是除了1以外，它们没有公约数了，这叫互质，对吧？也只有这种情况，它公约数最大公约数 GCD 它才等于1。好，我们说，所以第一个结论是，当 a 和 n 互质的时候，g 才等于1。这个时候原式 ax 和1在模 n 下就是同于的，也就是模拟元的定义。那这个时候 x 它就是 a 关于模 n 的模拟元，为什么？因为定义嘛，因为 ax 和1同于了嘛。好，然后如果当 g 不等于1的时候，也就是 a_n 不互质的时候，a 关于模 n 的模拟元不存在，对吧？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 x，它和1同于嘛，所以它是不存在的嘛。这是一个充要的条件啊，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啊，充要条件。然后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刚才整数模4为什么2它没有模拟元，因为2和4不是互质的，对吧？你要找2关于模4的模拟元，对吧？那 a 是2，这个 n 就是4，对吧？因为你2和4不互质，所以你找不到这样一个 x，让它这些 g 等于1嘛。啊，这就是刚才的这个一些解释哈，怎么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来做，这就是结论啊。你有了这些结论，你就可以用代码来做，对吧？来实现代码。好，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模拟元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分数的取模怎么算？因为我们开始举个例子叫20%模期，你怎么算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你在做实数除法的时候，你会怎么算？你会把除法变成你可以把除法变成乘法，对吧？你比如说你除20除以3是什么意思？就是20乘以1/3嘛。为什么3可以换成乘1/3？因为3和1/3它有逆元的这个关系，这个逆元关系是什么？是倒数，对吧？因为3和1/3的积是1，然后所以你可以把实数除法改成跟一个分数的乘法，跟这个分母的这个逆元的乘法，那也是一样嘛。模拟元的意义是什么？叫模 n 下的除法可以用和对应模拟元的乘法来表达，也就是我们开始在说求20%模期时，我们可以说可以求20乘以1/3模期，对吧？我们可以说20乘以3关于模期下的模拟元，可以比如说3在模期条件下的模拟元是 x，那我求20%模期的结果可以算20x 模期，对不对？你要理解一下，因为我们开始算的是什么？算的是20乘以5模期，5是3在模期条件下的模期前提下的模拟元啊，叫模 n 下的除法，可以用和对应模拟元的乘法来表达。体会一下这个过程，求20除以3模期，相当于是除以3，那相当于是乘以3的模拟元，对吧？3关于模7的模拟元是多少？是5，3×5=15，2×7=14，15除以7，15模期等于1，所以3关于模7的模拟元是5，所以是除法模 n 下的除法20除以3可以用和对应模拟元的乘法，3的对应的模拟元是什么？是5，对吧？可以用对应的乘法，就是20乘以5就是100，100模期是多少？是2，跟我们开始的结果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关键的，叫模 n 下的除法可以用和对应模拟元的乘法来表达。你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然后再往后推一步，就是求分母的模，求分数的模，求这个20%分数的模，等价于求分母的模拟元，对吧？我们刚才的计算过程也是这样，求这个玩意，求这个东西不好求，那我们可以求分母3的模拟元，求出来是5，对吧？就可以把这个除法变成乘法了。啊，这就是模拟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一段演示，代码演示。好，同样的，我们自己写代码啊，代码就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要实现这个欧几里得扩展欧几里得算法，对吧？输入一个整数 a 和一个整数 b，我要给出一个 x，给出一个 y，还给出一个最大公约数，对不对？如果你还记得刚才演示的那个幻灯片里的话，这个方法会返回3个数啊，返回3个数，返回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a、b 的最大公约数，也会返回这个 x，也会返回这个 y。然后它们满足什么条件呢？ax 加 by 等于 ab 的最大公约数啊。然后这个是扩展欧几里得算法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找资料去看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最后把这个数返回就行了。你可以理解为通过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求出 A、B 这两个指数它对应的这个 x、y 和最大公约数。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求这个模拟元哈，求 A 这个方法是求 A 在模 n 下的模拟元啊。你看这在干什么？直接调用 A 和 n 的这个扩展欧几里得算法，得到了这三个数。我们说了，如果 GCD 得1，那 x 就是解，对吧？那我们直接就可以返回这个 x，这个 x 不就是解吗？同样的，你要注意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不在这儿不细说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算出小于0，然后小于0的意思就是小于，因为你有模运算的存在，当它小于0的时候，你直接给它往后走，往后加一个 n 的话，就相当于把它变成正的了。就是我们在第一节课开始说的时候，负5模12是什么？相当于是负5加12模12，对吧？就相当于是7模12，它结果是7，就是这段代码的含义。因为它是这段注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的分析说模拟元它会落在这个区间，就是你那个最小整数解嘛，一定是在0到 n-1之间的，它一定是在那个小于 n 的那个范围内的，对吧？大于等于0，所以它为了保证这个结果，如果它小于0了，就给它往后走一圈啊，又返回这个 x。好，然后这里没有加判断，你要注意，就是这个方法不会判断，就是说如果 GC 你自己要判断，你自己为了严谨，你可以判断一下，如果 GCD 不是1的话，那说明没有模拟元的存在，对吧？你可以直接给它返回一个异常或者什么的，这个里面不存在，因为我会保证它，就保证 A 和 n 互质，对吧？就这个意思。好，然后我们写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跑一下，求3在7，在模7下的模拟元是什么？是15，是5，对吧？直接就算出来是5。然后我们在第一节课会讲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求这个点的加法运算的时候，求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运算的时候，我们用到了一个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们在第一节课里没有时间讲了，就是求模拟元，对吧？因为如果你还记得那个 m 的那个方程是一个分数一个分数最后的结果模 p，对吧？那这个分数结果模 p 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分母的这个是分母，求分母在模 p 下的模拟元，对吧？然后把这个乘以分子，这是我们在这节课里面在讲了这个模拟元的概念之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上一节课的代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第一节课里面用到了这个模拟元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自己实现的，也没有用任何的第三方库哈，也没有用任何的第三方库。然后这是我们已经改进后的了哈，就是已经直接使用这个扩展欧几里得算法，然后来求这个模拟元啊。然后我们在引入这个概念的时候，讲到了便利的方法来求这个模拟元，就是从0到 n-1来便利。这个方法我们就没有在这个演示里实现，留给你自己去实现。怎么样通过一个 for 循环的便利来找到它的模拟元啊？这个就留给你了。好，演示回来，我们进行第二个部分，什么叫椭圆曲线密码学？这个概念我们一带而过，因为这个概念容易混淆就是 ECC 叫椭圆曲线密码学。我们说，针对不同的场景，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怎么说具体的含义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要知道，首先我们说椭圆曲线密码学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对吧？非对称加密算法里面有2个应用场景，第一个应用场景是加密和解密，第二个应用场景是签名和验签，对吧？然后椭圆曲线密码学在这2种不同的场景下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算法。在加解密的时候，它用到这个算法叫什么？叫 ECRES，你一定在其他的资料里看到过，这个全称叫椭圆曲线集成加密框架，它用的是这套算法。然后它在签名和验签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也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叫 ECDSA。然后同样的，它还在其他的场景还有其他的应用，比如说，在协商和交换公共密钥的时候，它还会用到一个算法叫 ECDH，这个算法叫椭圆曲线迪菲赫尔曼密钥交换算法，跟那个 HTTPS 那个握手里边的那个 DH 密钥交换算法非常像，也是用 DH 来标识的，对吧？在这个场景下，椭圆曲线密码学又有这样的一种算法，你可以理解为 ECC 是一个大的概念，对吧？然后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会使用不同的算法，它的加解密和它的这个签名和验签，它用的算法是不同的，跟这个 RSA 它不太一样。有的它这个加解密和验签，它用的是相同的算法这是一点容易搞错的地方，或者说容易混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单独拿2个 PPT 来说一下。
好，讲完这个，我们来进入这个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就是详细的介绍这个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到底它的算法的内容是什么，是怎么签名的，然后签名之后拿到签名是怎么验签的，这总共就两个方面嘛，对吧？怎么去计算一个签名，怎么拿到一个签名，怎么验证这个签名对不对，总共就这两个方面，我们分别来说。签名的时候，我们说用私钥 A 对一个消息 M 进行签名啊，你会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两个整数啊，你注意是两个整数，是两个数字，一个我们用 r 小 r 来表示，一个用 s 来表示，然后我们把 r 和 x 放一块儿，我们说这就是最终的签名，也就是你用私钥小 a 对一段消息一段内容 M 签名，你得到的 ECDSA 签名的结果其实是两个整数，一个是 r，一个是 s，这两个整数就是你的签名。好，你注意一下这个形式啊，它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呢？总共5步，第一步是你先随机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小 k，临时的随机生成，每次签名的时候都做这一步，先随机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小 k，再计算它对应的公钥大 K，这个我们第一节课说了对吧？私钥对应的公钥其实就是私钥和生成点的数乘运算，会得到一个大 K，大 K 是什么？大 K 是公钥 K，它的本质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啊，所以它有两个坐标，一个是 x 轴的坐标用 xk 表示，一个是在 y 轴的坐标。而第二步计算 xk 模 n，n 是什么 ？n 是 secp256k1 这条曲线的阶，对吧？也就是它的一个固定的参数。然后这就得到一个数，叫小 r，这个小 r 不就是那个签名的一部分了吗？然后它有个判断，就是如果 r 是0的话，你就重新做，要保证这个 r 不是0。好，这步第二步做完就得到了签名的一半，就是 r。然后第三步计算消息 m 的哈希 e 等于哈希 m，就是哈希是什么？哈希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哈希是一种指纹算法，是可以得到一个定长的数据指纹，因为你消息是千变万化的，对吧？你可以是一个文件，可以是一个图片，可以是一个电影，这个消息内容是千变万化的，可以是任何数据，二进制的、文本的，什么都可以，对吧？但是消息的哈希它的格式是固定的，我们可以用哈希来代表原数据的指纹嘛。好，我们先算一下原来消息的哈希，我们用 e 来表达。然后我们把这个 e 看成是一个整数，你要注意这一步 e 是什么？哈希的结果是什么？哈希的结果是一串二进制代码，对吧？二进制的结果，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怎么表达呢？它是一段 bytes，就是这段 bytes 是什么？是你想怎么解释它都可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整数，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段字符串，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段文本，就是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说，它就哈希的结果就是一段二进制的字节流，你可以这么理解。好，我们可以把这段字节流看成是一个整数，这个待会儿代码里可以细说哈。好，看成一个整数，那你现在第三步的结果就是得到 e 是一个整数啊，然后第四步计算 s 是什么玩意儿？是这么一大串，然后若 s 等于0就重做，它保证整个过程 rs 不是0。s 是什么呢？是 k 的负1 ，k 是第一步的临时私钥哈，k 的负1乘以 e 加 ra 整体模 n。你注意这里边 e 是什么？e 是一个整数，r 是什么？r 是一个整数，对吧？a 是什么 ？a 是私钥，私钥的本质是什么？私钥的本质也是一个整数，所以一个整数加上一个整数乘以另一个整数，这个第一个小括号最里边这小括号里边是一个整数，对吧？它是一个整数 ，k 的那这个整数模 n 你可以算对吧？这个 k 分之一模 n 你怎么算？就是我们用到了就要用到我们前面讲的模拟元，对吧？除以一个数，相当于求这个数的乘以这个数的模拟元，所以这个式子你在计算这个式子的过程中，你要求 k 关于模 n 的模拟元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模拟元乘以这个小括号里的东西，整体在模 n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前面要说模拟元的原因，因为你在计算签名的时候，计算签名的 s 这部分的时候是要用到模拟元的概念的。好，前面4步做完，有 r 有 s 了，最后第5步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最后的签名 r 和 s。好，有一点你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多次的遇到，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对一段消息原文签名，比如说我这段消息是一段话，叫“你好世界”，对吧？我们管它叫 M。如果你要对这段消息原文 M 签名，我们不会直接对 M 进行运算，我们会先对 M 进行一次哈希，得到了这段消息原文的摘要，我们用 digest 来表达。
好，就是我们在做签名的时候，不会对消息对原来的内容本身直接签，我们一般的做法都是对原来的消息做一次哈希运算，得到了一个消息的摘要，我们签名都是对摘要进行签名。啊，第三句话就是我们一般签名都是用私钥对这个消息的摘要来进行签名，得到这个最终的 RS 这个签名。这个对摘要签名会在第3节课和第4节课里边你反复的见到。好，这里我们先着重强调一下。好，讲完了这个签名的过程，签名的过程很简单，只有5步，对吧？第一步，生成一个随机的点，随机的私钥 K， 算出它的公钥大 K， 大 K 就是曲线上的一个点，它的 X 轴坐标模上这个 N 就是 R， 对吧？然后再把这个消息看成消息哈希一下，得到了它这个消息的摘要，对吧？消息的摘要是一段哈希，我把它看成一个整数，然后带到一个公式里，就能算出这个 S， 然后 RS 就是我的结果，就3、5步。好，我们着重的讲一下这个验签这个过程。验签的过程也是5步，这是 ECDSA 的第2部分啊，怎么验签，怎么验证一个签名。我们说用公钥签名需要2个参数，用私钥对一段消息签名，对吧？私钥 A 是一个参数，消息是一个参数。验签是什么呢？验签需要3个参数，就是我用公钥 A，公钥用这个私钥对应的公钥和消息 M 来验证一个签名是不是正确，所以它是3个参数，是公钥、消息和签名，对吧？那这地方也列出来了。第一步怎么算？同样的，先计算消息的 M 的哈希E， 对吧？把 E 看成一个整数，这个跟原来那步是一样的，跟签名过程中的那步是一样的。第2步、第3步很相似，我们一块说，计算2个整数，对吧？第一个整数 U1 它是 S 的S 分之 E， 相当于是求 S 分之 E 模 N， 对吧？第2个整数 U2 是求 S 分之 R 模 N， 我们说了 S 分之 E 模 N 其实你要求模拟元的，这个我们不细说了。然后第3个 U2 是什么？是 S 分之 R 模 N， 也是要求模拟元的，可以用到我们刚才写的代码，对吧？第4步，计算一个点，这个点是 U1 乘以 G 加 U2 乘以 A 啊。你要注意 U1 是什么 ？U1 是一个整数，我们多次强调 U1 是一个整数 ，G 是什么 ？G 是椭圆曲线的生成点，所以这是一个数乘运算，它的结果也是一个点。U2 是一个整数 ，A 是什么 ？A 是公钥 ，A 是私钥对应的公钥。A 它也是一个点，对吧？公钥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一个整数乘以一个点，这是点的数乘运算，它的结果还是一个点。2个点的加法运算，所以最后的结果 P 它还是一个点，我们可以用 XP、YP 这个坐标来表达。好，得到了这样一个 P 点，对吧？当前第5步验证，当前仅当 XP 模 N 它的 X 轴的坐标 XP 模 N 它的结果跟 R 是什么 ？R 是签名的一部分，跟 R 相等的时候，验签成功。你注意一下。这个签名进来的时候是2个数 R 和 S， 对吧 ？S 在哪里用的？在第2步算这个第1个整数和第2个整数的时候用的，对吧？这个 S 在哪里用的？在最后一步用的啊。这个 R 是在最后一步用的，所以就是为什么签名这2部分，就是签名为什么最后判断这个 R， 因为前面已经用完这个 S 了啊。好，这是怎么说步骤的详细表达，签名5步，验签5步。然后为什么这个验签的过程可以满足这个签名的过程，或者说为什么我这5步做下来就可以证明这个签名是真的有那个私钥签出来的。好，我们来证明这个验签过程。先列一下，根据验签过程的表达哈，我们已知这样的一些条件，对吧 ？U1 的公式就第1个整数的公式是这个，第2个整数的公式是这个，然后我们倒数第2步不是求一个点 P 吗？点 P 是 U1G 加 U2A， 对吧？这都是已知条件，这是签名步骤，验签步骤。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已知条件是什么？是公钥，是这个公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它就是私钥对应的，这个大 A 就是这个私钥和这个生成点的数乘运算，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条件也算是已知的。A 等于 A 乘以 G 小 a 乘以 G。你要注意一点是，我们知道这个 A 对吧？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小 a 具体的值，我们只知道这个大 A 这个点是由小 a 乘以生成点得来的哈。这个离散就数难题哈，不要忘了。好，然后我们把这些式子都带进来哈。P 等于 U1 乘以 G 加 U2 乘以 A。这个 A 是什么 ？A 是小 a 私钥乘以 G， 用户的私钥乘以 G。那我们往里带一下，就得到这样 U1G 加 U2 乘以 AG。注意哈，这个 A 是小 a 乘以 G， 所以我这个点在了 U2 和 A 之间，这是 U2 个，相当于是 U2 个 AG 这个点的数乘运算。好，我们又在第1节课讲到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乘法运算，我可以把这个系数提出去的，所以这个结果就相当于是 U2
乘以 A 整个这个 G 再乘以再跟这个生成点 G 做数水运算，然后就相当于是 U1 乘以 G 加 U2A 结果乘以 G， 对吧？然后点的加法运算，我又可以把这个系数提出去，那就是得到最后的这个 U1 加上 U2A 整个的这个和再乘以 G， 对吧？这个是结合第一节课的这些性质，我们可以得到点 P 和我们可以得到点 P 的这个结果，化简一下这个结果。好，我们引入一个概念叫循环子群，这个我们不会细说了，只说结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搜索这个关键字，叫循环子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 就是 x 乘以 g，x 是一个数啊，x 是一个整数，xg 这个点击的这个数乘运算的结果和 x 摩 n 和 g 的结果是一样的，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打个比方吧，如果是这个 G 是椭圆曲线塞格比尔56K1上的生成点的话，一和 G 的数乘运算的结果和一加 n 对不起是和对和一加 n， 哎我想想啊，嗯、对和一加 n 这个数和这个生成点 G 的结果它是一样的，就是 n 是什么东西？n 是这个椭圆曲线上点的个数，对吧？你这个点拢共只有 n 个，你相当于是我 n 加一已经超过这个点的个数了，那相当于是什么？什么叫循环子群？你可以理解为循环的概念，就是我原来有一个点、两个点、1G、2G、3G，对吧？然后一直到 n 减一乘以 G，然后我再加一的话，已经超出这个点的范围了，这是不存在的，对不对？它相当于又回到了1G，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概念哈，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搜这个循环子群这个关键字来了解更多的内容。好，我们直接说结论，就是 xg 和 x 摩 n 的结果和 g 的这个数乘运算的结果它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把这个有这个前提了，那我们把这个 u1 u2 带到这个式子里来，对吧？这个摩 n 我们可以不要了，好，带进去，那就得到了 p 等于 s 分之 e， 对吧？就是 u1，然后加上 s 分之 ra， 就对吧？把这个 u2 带进来，然后乘以 g。好，把这因为 s 分之一是一样的嘛，把它提出去，就是 s 负一次方乘以 e 加 ra 乘以 g， 对吧？这就再化简一次，用到了一个循环子群的概念。啊，不细说了，再化简。好，我们再往后走。如果你还记得签名的时候 ，s 是什么东西 ？s 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对吧？我们把这个 s 和 k 调一个，把 s 拿到这边来，拿到右边去，把 k 拿到左边去，就能得到什么？得到 k 等于这样一个式子，对吧？好，你注意看红色的部分，它们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拿到这边来，p 和 k 我们得到了 p 这个点 p，其实里面它有 k 的事儿哈。化简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点 p 相当于是这个小 k 和点 g 的数乘运算的结果。那这个小 k 是什么东西？这个小 k 是你在签名的时候随机选取的那个私钥，对吧？所以它的私钥这个 kg 是什么东西？你把 k 换过来之后，这右边不就是 kg 了吗？kg 是这个私钥对应的公钥，对吧？公钥的这个点我们不是用 xk、yk 来表示的吗？然后 r 是什么？r 不就是这个临时私钥对应的公钥，它的 x 轴坐标摩 n 嘛，对吧？这不就是 r 吗？那为什么我们说当 r 等于 xp 摩 n 的时候，也就是说 p 和 kg 如果是一样的话，如果是 xp 和 xk 它们摩 n 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结果跟 r 是一样的时候，验签成功，对吧？因为你从前面的化简的过程来看，这个大 P 其实就是当时你在验签的过程中算出来的这个点 P，其实就是你当时在签名的时候选取的那个临时私钥对应的公钥的那个点，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这个第三步，P 其实就等于，如果你验签成功的话，哈，你 P 就应该等于你的这个小 k 乘以大 G，小 k 乘以大 G 不就是你那个临时私钥对应的公钥吗？所以我们才有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当且仅当 r 等于 xp 摩 n 的时候，验签可以成功啊。这是一段 ECDSA 验签过程的一个证明啊。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推导一遍。好，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 ECDSA 签名的对称性，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只把这个结论放在这个课程里边，不会在这个课程里边，在这个系列课程里面不会对这个对称性做展开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哈。我们说用公钥 A 消息 M 来验证一个签名 R 和 S， 对吧？如果你一切都对，那我这个方法运算的结果就是真。但你要注意到，如果我把这个签名换成负 R 和负 S 摩 N，也就是第二行这个
我用这个签名，这个不是签名，这不是签名一吗？我把这个签名一做一个变换，把这个 s 求一个负 s，再模根，这不又是个整数了吗？我用这个签名来验签，来带到上面的，我用公钥 A，和这个消息 M 来验证这个签名，同样也可以验签通过。我们别的这个专业名词我们不说了，我们把这个东西叫签名的对称性，就是 S 和负 S 它有一个所谓的对称的关系哈。这是一个结论，我们待会儿可以演示一下。然后放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结论放在这个地方，是为了整个课程这个内容的完整性。就是你要注意到 EC、DSA 签名它有这个特性，然后我们在第3节课中也会就是说因为这个特性，我们会对这个比特币交易的签名做一些限制。好，接下来是一段演示。我们已经自己实现了这个怎么求模拟元，并且优化了，对吧？这个优化的过程就是用这个扩展欧几里得算法，好，这个我们在第1个演示里边已经说过了，并且我们回忆了一下第1节课的内容。第1节课我们是求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和点的数乘运算，在求点的加法运算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里边用到了这个模拟元。我们在第1节课里面只是一带而过，在这个后边我们讲完模拟元的概念之后，我们详细的讲了一下。好，然后我们接着讲的是EC、DSA 的签名和验签的过程。签名的过程有5步，验签的过程也是5步。然后我们讲了很多验签的过程的证明，就为什么我这个验签的过程可以得出这个签名是合法的，是正确的，是因为有2到3页这个讲义的这个推导，所以最后结果刚才你也看到，就是因为这些推导、这些公式的推导，用到了一些椭圆曲上点的这个运算的特性，用到了一些模运算的特性，所以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过程是 OK 的，这个验签的过程是可以证明的，对吧？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程序来做这个 ECDSA 签名，然后用程序来做这个 ECDSA 的验签。好，第一步，我们先实现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注意看哈，我们没有用到任何那个第三方库哈 ，random 库是自带的。这个 EC point operation 是我们第1节课的实现内容。这个 modular inverse 是我们第2节课，也就是这节课这个模拟元实现的内容。好，这个 crypto 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相当于是这俩都是标准库啊。我们把这个常用的这个 SHA-256和 double SHA-256这些方法，我给它单拿出来了，不用每次用的时候都写一大段，对吧？我就是重构到一个独立的方法里去。好，你看了一眼。第一步，我们实现一个简单方法叫 hash to int， 对吧？我们讲到了在签名和验签的过程中，都要对签名的这个东西，都要对消息本身做一次哈希，对吧？得到了 e， 我们把 e 要看成一个整数。那怎么把这个 e 看成一个整数？我们不用每次都写，把这个东西独立出来。我们如果注意看哈，我们传入的是一个 bytes， 这个 message 是一个 bytes。我们说了，对消息签名，我们都不会对消息本身签，都是对消息的摘要签，对吧？消息摘要是哈希，哈希是一段 bytes， 是一段字节流哈，你注意。然后我们把这段 bytes 看成一个整数，怎么看呢？首先，我们怎么把这个 hash to int， 就是先把这段消息做一个 double hash256，这个东西这个哈希你可以随便写的，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哈希运算。但是我们写 double hash256是因为我们是要演示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就是签名和验签嘛，也要发送比特币交易嘛。比特币用的是 double hash256这种方法，所以我们这里直接就这样写了哈。现在得到一个这个结果，然后我们直接把它转成 int， 转成一个整数哈，按大段模式来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好，第2步就是 sign， 怎么样计算签名？很简单，对吧？给你一个私钥，私钥是什么？私钥是一个整数，然后给你一段这个签名的这个消息摘要啊。计算签名就是什么？是一个 r， 是个 s。首先把这个要签名的消息转成一个整数，对吧？先哈希，再把它变成 int。注意哈，先哈希，再把它变成 int， 是我们上面实现的这个方法。哈希是用的双哈希，双 SHA-256，然后 int 是转成 int， 就我们放到 e 里边。然后这不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如果那个签名过程不是保证 r 和 s 都不是0吗？对吧？先随机选取一个数，你注意这个选取数的范围是先随机选取一个私钥，对吧？先随机选取一个比特币的临时私钥，私钥是有范围的，私钥的范围是大于0小于这个曲线的阶，对吧？所以它的
所以它的可取值最小的值是1，最大的值是阶减1哈，你注意。然后这是随机，我们直接用了这个 random 哈，就是这个模块，你要注意哈，演示的代码不要直接用到生产的系统里面。如果你要生成，要在你的生产代码里生成私钥的话，一定要用密码学安全的随机数发生器。random 这个模块不是密码学安全的，我们只是为了演示随机获取一个数而已。啊，先取一个数，然后这个数，这个小 k 不就是私钥吗？那我们第二步是什么？是求公钥，对吧 ？k 公钥怎么求？不就是小 k 乘以大 G 吗？对吧？小 k 乘以大 G 直接可以调用那个第一节课学的这个数乘运算，对吧？小 k 乘以大 G 就得到了一个点，这个点是有两个坐标的，一个是 x 坐标，一个是 y 坐标。我们把 y 坐标对我们没有用，我们把 x 坐标拿出来，所以小 r 就等于这个大 K 的 x 坐标模上这个曲线的阶啊。然后 s 是什么 ？s 就是刚才那一串，e 加 ra 对吧 ？e 加 ra，a 不 a 是传进来的私钥对吧？然后乘以上，我们开始乘以 k 的负1对吧 ？k 的负1是什么？不就是求 k 在模 n 下的模拟元嘛？就是我现在框住的这一段。好，把这两个数相乘，最后整体结果在模 n 就得到了 s。然后如果 r 和 s 都不是0，那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结果，也就是 r 和 s。这个 r 和 s 那就是这个最终的 ECDSA 签名。好，我们来验签verify 这个 signature。这个验签的过程是什么呢？传入一个 public key， 这个 public key 你注意是一个点哈，是一个曲线上的点，传入一个消息哈，用公钥消息来验证这个签名是不是正确。第一步也是把这个消息变成一个整数，先哈希，然后把它看成一个整数，我们用自己事先写好的方法就可以。第二步把这个签名拿出来，对吧？签名是 r 和 s 两个整数，一个是 r， 一个是 s。然后我们先求出了 s 在模 n 条件下的模拟元，就是 s 负1嘛。然后我们把它叫 w， 然后 u1 和 u2，u1 是 s 负1乘 e 模 n，u2 是 s 负1乘 r 模 n，对吧？好，那 s 负1是什么 ？s 的负1次方就是 w 嘛，所以我们用这两个式子把 u1 和 u2 求出来，然后求 p， 对吧 ？p 是什么？这里就用到我们很多刚才用到很多以前写过的方法 ，p 是 u1 乘以 g 加上 u2 乘以 a。好，看一下 p 是 u1 乘以 g， 这是点乘运算的这是数乘运算对吧？这个东西框起来的就是 u1 乘以 g 加上 u2 乘以 a，a 是什么 ？a 是私钥对吧？加上 u2 乘以 a， 然后这两个数放到 add 里 ，add 是椭圆曲线上点的加法运算，这样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点，对吧？就是点 P。然后同样的，我们只要它的 x 轴的坐标。然后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判断 x 模上这个曲线的阶，如果等于 r 的话，那就是验签成功；如果不等于的话，那就是验签失败，对吧？根据刚才的定义来实现这样的代码，不太复杂。好，然后我们同样的写一段这个测试用例，我们还是用这个同样的私钥，然后算出它的公钥啊，算出这个这个私钥对应的公钥，然后这里是其实我们这里应该这样写哈，经常这么写，比如说我们要的原文是你好世界，对吧？我们说了签名是对原文的哈希签名，对不对？那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随便用哈希256吧，我们用哈希256来把这个印一下。好，我们还是用哈希256来计算这个这个原始消息的摘要，这个 M 我们给它改个名字 digest。好，这个 M 我们叫这个叫 message 或者叫 raw message。好，这样就比较清晰了，对吧？我现在要对这个你好世界这条消息原始的消息签名，你要注意都是对消息的摘要进行签名啊，对消息的摘要进行签名，所以我们要先生成它的摘要。然后对，这里是你得先把它编码一下哈，UTF-8编码。好了，然后下面签名怎么签呢？把私钥扔进去，对吧？私钥是一个整数，扔进去，然后把摘要扔进去签名就得到两个整数，对吧？一个 r， 一个 s， 我把它打出来，就这么简单。然后验签是什么？验签是要公钥，公钥我们上面求出来了，就是就是数乘运算。然后这个消息的摘要，对吧？也放在这儿了。然后把签名也扔进去，签名是第一步得出来的。然后我们验证一下是不是正确。同样的，我们在那个 PPT 的最后讲了，
签名具有对称性，对吧？我可以 RS 如果能验签成功，那 R 负 S 可以。首先我们求负 S 是负的 C 个 S 模 n， 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 R 和负 S 是不是也能验证成功。好，执行一下，来看一下啊，签名的结果是 R 是这么样一个大的整数 ，S 是这么样一个大的整数，对吧？然后我们下一步是验签，对不对？verify 这个东西，结果是 true， 说明验签成功。然后我们求负 S，然后把负 S 还打出来了。S 是这个东西，负 S 是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是正数？因为它模了一个 n， 对吧？这是负 S，然后我们用R 和负 S 来验签，同样的，我们也能得到 true 的结果。这就是我最后说的那个签名具有对称性啊，这是一个特性。我们为了完整性也放在这个里边。好，回到这个 PPT，演示完毕了，然后我们这堂课也差不多了，来总结一下。这堂课我们讲了3个大块的内容，第一块是什么叫模拟元，对吧？我们从概念来引出这个模拟元的概念，然后讲了它的计算方法，讲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通过便利，然后因为便利的效率不高，所以我们要优化它，用到了扩展欧几里得算法来优化这个模拟元的运算，怎么样用计算机来求解啊？这是模拟元的概念。第二个比较大的概念是椭圆曲线密码学的概念，就是因为是很容易混淆，所以我们一带而过介绍了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会用到不同的算法，比如说加密的时候会用到 ECIES， 交换密钥的时候会用到 ECDH。然后这节课我们的内容叫 ECDSA， 是在签名和验签的时候用到的算法，叫 ECDSA， 叫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好，这是不同的场景会用不同的算法。然后我们第3块内容，也就是最大的这块内容，讲的就是 ECDSA 这个签名算法，它是怎么签名的，怎么计算签名的，对吧？然后有了签名之后，我们是怎么验签的，怎么验证这个签名是否正确的，就是计算签名5步，验证签名5步。我们讲了这个2个算法的具体的步骤，并且我们通过通过企业的这个讲义来推导了验签的过程，就是为什么这样验签可以证明签名的正确性啊，其中有很多这个公式的推导。好，以上就是本次线上研讨会的全部。刚刚在评论区和其他渠道收集到了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在 ECDSA 签名时需要生成临时私钥，这个私钥可以每次都使用一样的吗？这个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在这个每次签名的过程中，这个临时私钥这个小 k 都必须要随机的生成，不可以在每次签名的时候都使用同样的小 k。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推导一下，如果你每次都使用相同的小 k 的话，你做2次签名，然后你拿到了两个消息对吧？一个叫 E1，一个叫 E2，和2个签名对吧？一个是 R1S1，一个是 R2S2。如果你有了这样的已知条件的话，你是可以从这些已知条件中去推出来你在这2次签名中用的这个 k 到底是多少了。然后你有了这个小 k， 然后你有了其中的一个 s， 签名的一个 s， 你把这个 k 带到公式里去，你就可以反推出你自己用户这个真正签名的这个小 a 到底是多少。那就意味着，如果你每次签名都使用相同的这个临时私钥小 k 的话，那你的这个真正用户掌握的那个私钥就有了暴露的风险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说这个 ECDSA 签名的过程中，我们强调说，每次签名的时候都必须使用随机生成的一个临时私钥小 k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人问说，关于循环子群这个概念，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理解的方法？数学上这是一个数学上的群的概念哈，然后数学上的明确的定义或者说详细的严谨的定义我们不说了，然后我可以给你打个比方嘛，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循环子群的概念要怎么理解。这个循环子群就是它对我们的作用就是，如果一个整数乘以生成点大 G 的话，那这个结果和这个整数模上 n 这个结果乘以大 G 数乘运算乘以大 G 这个点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模 n 前面这个我们说叫系数，前面这个系数是模 n 的这个运算是可以脱去的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循环子群在我们这个推导中的一个应用。为什么它可以这样脱去呢？你要这么想椭圆 sec_p256k1 曲线上它有 n 个点对吧？然后它有一个点叫生成点，这个生成点为什么叫生成点？是因为椭圆曲线上的所有的点都可以用
数乘运算都可以用一个整数乘以这个生成点来得到。比如说数字0数乘运算乘以这个生成点就是0g，那它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无穷原点。然后如果是1乘以 g， 那结果是什么？是 g， 对吧？如果是2乘以 g， 那结果是 2g。然后你依次这样往后走，一直走到 n 减1这个数字，数乘运算乘以 g， 那得到的这个点叫 n 减1g， 对吧？然后你这前面一共做了多少次？做了 n 次，对吧？包括第一个0g 这个无穷原点，所以我们说这个曲线上有 n 个点。当你用 n 再乘以 g 的时候 ，n 是个整数嘛？ n 乘以 g 的时候，你的结果又回到了无穷原点，相当于 n 乘以 g 和0乘以 g 这两个数乘运算它的点的结果是一样的。同样的，如果你再往后走一步，就是 n 加1这个整数乘以 g， 它的结果和 1g 这个点的结果是一样的。就相当于说你走了 n， 你的那个步长是 n， 然后你超过 n 之后又回到了开头，就是一个循环的概念。这个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循环子群它在表达的一个意思。具体数学上的定义，你可以去搜这个循环子群的关键字，或者去看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里边这个关于阶的定义你可以看这两个东西去搜相关的资料。然后这里我们不会说详细的数学的定义，然后只是通过这样一段描述来让你更好的理解什么叫循环子群，为什么那个数乘运算前面的那个模 n 的这个模运算可以把它脱掉啊。好，本次线上研讨会到此正式结束，下节课将于下周3晚上8点如期举行。对比特币技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 bsv.csdn.net。谢谢，下期再见。